大姐，请问这是林芳家吧？林芳死去了。我知道，他家里其他人呢？哎呦，哦，他家里面只有一个哥哥，成天都没在家。这林芳死了多久了呀？死了4、5年了，在外面打过中途他哥哥还去看了他的，说啥子生病死了的，而且人也没带回来的。那你知不知道林芳当时有没有什么对象？对象他都结婚了的嘛。结婚啊？哎呦，就在他死的前1年，他回乡办了几桌酒席。哎呦，林芳本来家里面都穷得不得了，他那个对象也穷。到结婚的时候他那个对象连彩礼钱都拿不出来，把他哥气得了。你看看他对象是不是长这个样子我认不到，你去问他哥哈。那你知不知道林芳他哥是干什么的？按照你们村里头说法儿，我现在是自由职业噻。那你不种地的吗？种啥子地哟？种地上起个险头，租出去了。那你就什么都不干了？现在就待着，准备创业。你说是林芳的同学，我咋个没见过你嘞？以前确实没见过大哥你。我妹儿都死好几年了，你找我做啥子？我是来找您打听点事儿的。这林芳是怎么死的？我妹儿命不好，10岁的时候，我妈、我们老汉儿都死了。上完初中就去打工，20来岁就走了。林芳她不是结婚了吗？是找了个男的，穷的要死，彩礼都没得。我敬究他那么久，分儿钱没得到。跟他结婚的是曾杰吧？你认到他？听说，艺术家嘛。是人家可不是村里头的娃娃喽，现在是啥子大事，人中之人喽。那林芳和曾杰是哪一年结的婚？有个4年了。我妹儿是15年走的，摆酒不到1年，我妹儿就走了。哎呀，我农村头订婚先摆酒，2个人也没来得及扯证，所以人家郑大师就算是再结婚，也不算是2婚。那您和曾杰现在还有联系吧？人家是大学老师，哪个还认得我哟？嗨，怎么说也是你的妹夫，怎么就不认了呢？这林芳是怎么走的？你不是他同学吗？你不晓得他有先天心脏病噻？对，大哥，那这个曾杰对林芳好吧？咋个说嘞？要是不好，我妹儿凭啥子嫁给他嘛？咋都要嫁，就算没得彩礼，我不同意，还要跟我断绝关系。要说好嘛，我也想不起来哪个好，反正是我妹总照顾他。曾杰有先天的那个胃病，我妹儿总是换着花样的给他做啥子小米粥、南瓜粥、山药粥、排骨汤。哎呀，要是曾杰这小子女人缘好得很，我妹儿刚刚走了1年，就找了个女的，那个漂亮哦。大哥，你知不知道曾杰有没有别的女的？有钱的女的？问那么多他的事做啥子？跟你有啥子关系？嗨，我是随意问问嘛，这不是女人缘好吗？羡慕。你就是路过哈？对。没啥子事情，我先走了，找我婆娘去了。来，包，来，谢谢。看婆娘去喽。
你叫谁婆娘呢？李珊，你要不要点脸啊？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可能这辈子我都下不了床，你别再浪费时间了。你要是下不来床，那不只有我来帮衬的噻。你的那些个亲戚有几个来管你噻？不就只有我嘛？除了我，还有哪个关心你的？谁让你管？哎呦，我晓得你是想我爬起，可哪个让你现在动不了噻？我就赖在这儿不走了。现在呢，你先吃饭，吃完饭我再帮你做操。不吃。哦，对了，医院的费用我已经交完了，都交了半年了。谁让你帮我交钱的？好好听医生的话，医生说了，你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再说了，我不给你交，给哪个交？你是我婆娘。你滚，林珊！我都说了，我的腿是治不好的，还花钱，你是疯了吧你？赶紧滚！好了，我晓得你是想让我爬起。现在呢，你先吃饭，吃完饭做完操，我就爬起了。吃嘛。那个灵山你熟吧？嗨，一个村的又经常来，你说能不熟吗？灵山这人怎么样？我就是随便问问，我是林芳的同学，出差路过这儿来拜拜他。啊，灵山呐，人不坏，都是，嗨，哪个村都有几个调皮捣蛋的娃娃儿，父母走得早，家里头又没得钱，多拿点地，也租不到几个钱。早些年嘞，还到外地打了下工，放不下他妹娃儿，又回来了。他那个婆娘是干什么的？他那就有啥子婆娘哦？啊，张小红，那以前是我们镇的一枝花，前几年嘞到南方去打工。听说啊，在夜总会里头干。前年子，从楼梯上打下来了，一打成个偏瘫，回来都在医院头住起了。林珊呢，的确是喜欢他，还左一个婆娘，右一个婆娘。我看他啊，过一下嘴瘾而已。这样。老板，这幅画是灵山给你的吧？是啊，他跟我说那个是啥子世界名画。前几年的他在我这儿赊账，赊了几百块钱，然后都拿那个给我抵的。几百块钱你赚了，这画要是在外面买，最少得上千呢。谢谢老板。我是林芳的同学，林芳是灵山的妹妹。我出差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哦，我知道你，啊，我天天看你。大灰灰，真相背后的逻辑。哎，好尴尬。原来我这么出名啊！你是认识林芳还是认识灵山啊？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啊？你是不是做案件分析呢？你分析什么呀？分析哪个案件啊？哎，不用管他，他是个植物人。来，拿椅子坐。坐。啊，说不了话啊。我今天来啊，不是分析什么案件，我是来查一些事情的。不知道你能不能？能。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查什么？啊，林芳是怎么死的？心脏病死的呀。他死的那会儿，我还在南方打工。我听说他那会儿也在打工，心脏病发了，人就没了。那你知不知道林芳有一个办过酒的男朋友？听他哥说过，也是农村的，后来出人头地了，成了人上人。哎，林芳就是没有这个命，所以得走。按你这么说，林芳的死和她男朋友没关系？那能有啥关系啊？哎，你是来调查这个事儿的？她男朋友怎么了？怎么了？他有什么问题啊？我现在还不知道，我能查到的没有多少。会不会是林芳她男朋友后来出人头地了，
嫌弃林芳配不上他，所以他们两个就……咱们这不是编故事啊！我知道，我知道，你不老经常说那个吗？真相背后的逻辑。对。那你找过林珊了吗？他跟你说的差不多，也没说一些别的什么。冒昧的问一句，你这是？我这也是命不好，怪自己。我这样的人，只想不顾一切的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肯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最后什么都没有。我17岁就去了广东打工，当场内不挣钱。后来过了2年，朋友推荐我去学舞蹈，然后我就进入了一个舞团，不是那种爱豆什么团，就是很低级的那种。我们偶尔去一趟大公司参加一下年会什么的，那都是大活。平时就在夜总会里跳跳舞。一个普通出身的女孩，没有学历，没有家世，只有一身皮囊，又有什么用啊？遇到一个有钱的男人对我好，就以为是真爱。所以他抛弃了你。他之前说过，如果抛弃我，就去跳樓。你跳落去係解決唔到問題嘅，崔氏。大家都係成年人，你唔好咁幼稚啦。我屋企你又唔係唔知嘅，我爹哋媽咪係絕對唔會俾我娶你㗎。你當時唔係咁樣講㗎。我係話如果啊嘛，假設嚟㗎嘛。咁願望係美好㗎，我哋可以一齊向住呢種美好嘅願望一齊努力㗎嘛。就算我屋企安排我同其他人結婚，我哋依然可以喺埋一齊啊！我可以每個月俾5萬你。你覺得我會同你填咩？咁我哋唔講動機，講現實啦。你一個家庭一般嘅女仔，你又冇大學文憑，你點樣揾一個月過萬嘅嘢做啊？我解決啦，我可以照顧你，令你衣食無憂，經濟冇負擔。最緊要我哋兩個可以喺埋一齊啊嘛，係咪？崔氏，咁樣叫做喺埋一齊啊？你咁樣係要我做小三去認真啊？我唔係咁嘅意思，我好，你聽你屋企人嘅說話，揾你嘅門當戶對去啦。唔好啊，崔氏，唔好啊，唔好跳啊！真跳了？其實我就是圖他錢。我跟他在一起，我不用住宿舍，我不用跟好幾個人擠一個廁所，我可以不用便宜的化妝品，不用天天惦記着我什麼時候可以買打折的東西。我跟他在一起的日子裡，我差點都要忘了，我家是在這個鎮上，這個村的。我不是Tracy，我是張小紅。我在家裡是要餵豬，我是要下地幹活的。他給我買的那些高檔的進口的足部護理乳液，只能夠把我腳脖子上的那些泥給洗掉。我不該異想天開，更別想着靠一個男人改變命運。笑話。看來還是靈珊對你好啊。他就是個傻子。你是崔氏的誰啊？我是他哥。哼，那你找我幹什麼呢？警察都說了，這個事情跟我沒關係的了，就是因為分手了，他想不開才會這樣子。不過呢，好歹也在一起過啊。出於人道主義的角度，我還是願意給他一點資助的。啥子意思啊？耍完提起褲子就想走噻？哼！兄弟，話可不能這麼說。我跟他在一起的時候，他房子是我給他租的，每個月買衣服買包都得花好幾萬呢。他家裡有事情的時候，也是我給他錢搞定的。
你现在分手了，出了这样的事情，我还愿意给他人道主义的资助，我算是仁至义尽了吧？我这个前任男朋友做的没有毛病吧？这卡里有10万，给他。有10万，老子弄死你！打死他！老子们弄死你！打死他！滚开他！我这2年待在这个医院里面啊，花的怎么也得有10几20万，我都不知道他上哪儿弄来这么多钱。我出事回到家以后，家里人没人管我，只有灵山一直在。他管你叫婆娘。我要是能站起来，我肯定当他的婆娘。这些年，我早就想清楚，自己想要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但我知道，我好不了的。去上海、北京做我这个手术，手术费得上百万。我就想灵山他别管我了。他这一辈子，爹妈早早的走了，妹妹也走了。你说他再摊上我这么一个残疾，他这日子还能是日子吗？大灰灰，你做案件分析，你带上我一起做呗。啊，带你？啊，我平时最喜欢看这种悬疑推理剧，还有你那种视频，我看了好多好多。你带上我能帮你分析，我还能帮你写文案。我现在闲的就是有时间，我闲的都要长毛了。我考虑考虑。你放心，今天你来找我的事，我绝对不告诉灵山。好啊，好啊。怎么样，我懂吧？你跟我说说。你在调查什么？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是小红还是 Tracy？ 就这个大城市取的名字 Tracy。跟我说说，调查啥呢？Hello， 曾大师，心情有多糟？我妈上午来的，下午走的。你说心情得多糟？那说出来让我开心一下，边吃边聊。婆媳关系是最难的艺术，你知道我认识的人里面处理这种关系最好的人是谁吗？是我爸。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不让我妈和我奶奶长时间的待在一起。照你这么说，我跟我妈没法一起生活了。你想好好生活，就得保持距离，就像我们一样。你喜欢我，不仅仅是因为我聪明、漂亮又年轻，还是因为我们见面的次数本来就比较少。如果我们长时间的在一起的话，说不定你会发现我身上一堆的踪眼。而我也会在你身上发现无数的缺陷。哎，你别为这件事烦了，反正你们也已经准备离婚了。刚
当时小生振臂疾书，请来白马将军，企图今日一席之宴。本来先向国你在找什么呀？想找本书看看。什么书啊？没想好呢，反正看看书会让我心情好一些。你那书架上面的书都太晦涩了。你想要心情好的话，不如去网上找爽文看啊。我不会逃避现实。那是因为你的现实实在是太让人羡慕了。不，是因为我得来不易。哥，真的是意外啊！哥，你怎么打我都行，哥。哥，要是能死你，我妹儿，我就这么一个门儿哦，没给彩礼就算了，他才给你1年多哎，我还指望你过上好日子再生他嘞。才他妈1年多。哥，3年1万了，哥，相信我，真是哥，这辈子都是我亲哥，我以后赚大钱，我好好孝敬你。你能赚啥钱？哥，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看我的作品都已经获奖了，我就赚大钱，到时候好好孝敬你，哥，我好好孝敬你。你给我爬起！我还指望你赚钱，我妹儿的所有积蓄都给你了，我还指望你养我。哥，相信我，你看现在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你看我已经都留校了，我的作品也拿奖了，那不很快就能赚到钱了吗？都给你花，哥，我问你，我妹儿现在在哪儿？你给我带回来。我忘了呀，哥。当时在山里采风，都不知道吃什么东西，一下就不行了，我没办法，你敢把我妹儿扔到山沟沟里头？埋了，哥，埋了。我当时可他把一个人扔山里啊，哥。埋好了。我错了，哥，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带小芳去山里采风。这山里出事，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一点办法没得，我看你就是故意的噻。不是故意的，哥。这么长时间，1个月，我不找你，你打算好久跟我说？我也怕呀，哥呀！我对不起小芳，我对不起你啊！我后悔啊！我妹儿是心脏病死的，突然病死的。就是这样。他是在外地死的。是，哥，对，就是这样。你跟我回老家，给他立个坟。肯定啊，我肯定会给小芳立碑，我一定要给小芳立个碑，我一定会给小芳立回。我告诉你，郑些，老子这是在帮你。你以后晓得咋跟外面啷个说没？老哥，你放心，对外就这么说。月底给我立个坟，不管尸体回没回来。好，我知道，哥，一定的。月底之前一定立好，一定把坟立好。哥，我知道了，哥，一定的，我一定找他。再给我准备10万块钱。行，哥，我都听你的，月底之前准备好。我告诉你，10万块钱解决不了这个事。
户籍上林芳到死都是单身，起码他没领结婚证。农村很多都这样，都是办个酒就算数了，好多都是生了孩子以后要上学才去补办手续的。这不能说这么深。林芳死的时候，曾杰和白小玲还没有结婚。你不觉得林芳死的时间很蹊跷吗？所以你觉得，曾杰为了和家境更好的白小玲在一起，杀死了林芳？那哪叫家境更好？那简直就是天差地别。那你怎么解释林珊？难道他不会有一点怀疑？根据张小红的说法，林珊这2年都给他花了10几20万。但是这2年，林芳死是4年前。那你说这2年林珊10几20万哪儿来的？所以这一切还得去林珊那边查才行。够厉害的你，去了一趟林芳的老家，随便一打听就知道这么多消息。我装备齐全呀。什么装备？哎，你看我这一身的打扮。不，你跑这个地方来干嘛呀？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知道，对面那个地方就是酒吧街。我大学毕业还没找到工作的时候，去了一家中介公司，就在那儿发的传单。7年前，我在全省警校学生实战竞技比赛中拿了第1名，我当时特兴奋。是，我第一个告诉我哥。我哥跟我说，等他出完任务带我去吃宵夜。我等到了天亮。那一夜，我哥牺牲了。就是在这条街上。没什么，过去这么多年了，他和我在一起。你再说一遍。婚前协议我已经签好了，你把名字签了就行。你的钱，你家的钱，以后都跟我没有关系。万一有一天我们2个真的出了问题，我净身走。你不用这么严肃吧？你别笑，小玲，我知道你不在乎，你全当签了他，让你爸爸安心。他虽然没说，但是我看得出来，他还是担心我奔着你家财产去的。曾老师，你这么说我就生气了。我要脸有脸，要身材有身材，你跟我居然不是图我的美色。小玲，美色我已经得到了嘛，那我也得让你爸爸安心才对啊。再说了，过不了多久，我肯定比你爸爸有钱。那我更不能签了，不然我怎么图你的未来？和他恋爱半年多，他现在对我可以说非常满意，甚至很依赖。因为我是个大学老师嘛，刚跟他在一起那会儿，我还是个助教，也是上个月考过了副高，我又拿了2次国际大奖。当然，这一切也少不了娟姐您曾经对我的支持。和他交往的过程里，我做的也算挺体面了。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有好多次机会和他独处，但我都选择了尊重他，所以，就态度上，是奔着正式交往、以结婚的目的去的。现在呢，遇到了一点小问题，我见过他父母了，他爸爸是个商人，特别有钱。虽然他没跟我说，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对我还是有警惕的。他担心我是奔着他家财产去。你说，我也不能跟他爸爸说，我是个做艺术的，我真的不在意那些财产这种话。你不是吗？娟姐，您是我唯一能说真心话的人了。我就直说了吧，如果我能跟白小玲结婚，我就不用过以前的苦日子了。而且她又年轻又漂亮，这种机会我不能不抓住吗？就是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更有把握。找律师，签一份婚前协议，不管任何情况下，他和他家的资产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们两个以后离婚了，什么情况下都是你净身出户。啊？说的再多，都不如签一份协议来的实在。是。可是没有什么可是的。如果他真的是单纯善良，够傻够瞎，你这么做他是不会签的，而且他会为了你跟他父亲抗争。万一他真签了，以你的聪明才智，就算是他签了，你也会有其他办法。他的父亲既然很有钱，那就不会傻的。不管你签不签，如果他答应把他的女儿嫁给你的话，他一定会做好提前的资产隔离。所以呢，不如由你主动提出协议，把它变成这桩婚姻的敲门砖。没什么可纠结的，想成功嘛，总得一步一步来。Within the turnpikes, there's a bright view. Some whisperings out loud. 不管哪来的自信啊！说什么2012年不买房，未来肯定后悔。你说他是不是有病啊？我们才有病啊！读了那么多年书，大学都已经毕业了，还在做发传单这么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别抱怨了，现在工作多难找啊！再说了，咱们这个好歹是有点底薪的嘛。底薪就是限制我们年轻人最大的枷锁，你知道吗？嫂子，小会长啊，现在这么早，直接去把喝酒。今天晚上不准不乖，走。啥子？记错时间？不，你没记错时间，你记错的是你有女朋友这个事情。你现在不得了，跟我约会还该吃？你说你嫁个锤子噻，哪有娶亲不要钱的？你这样叫白给，你晓得不？你不要叫我哥，我告诉你啊，我娶婆娘不要钱的，哪个婆娘不要钱？我真不晓得你在想啥子。你不要叫我哥，大哥。您选我做法律顾问，您太明智了，知道吗？我跟您说，谁敢仿您的产品，我弄死他，弄死他！谁敢你想仿谁，您随便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草绒第一，您的这猪饲料全省第一，全国第一。哎，好，哎，我弟全省警察竞技大赛夺得第一。你不是一直不想让你弟当警察？
没办法，我们家人啊，都得穿上这身衣服。盯紧点啊，今晚争取早点下班，带着我弟宵夜去。你知道曾杰的事情？晓得。走，细说说。还有几个别后没留在草原市的，光我晓得的都有7、8个。看来这家伙还真是没闲着，衣冠禽兽。哎，哥们儿，你怎么知道曾杰那么多破事儿啊？哎，不怕你笑话我，我上学时候的女朋友也遭他骗了啊！我前女友去上过他的一次大课，加了微信，被他约起去看啥子展，回来之后都5迷3道的，然后都背着我出去跟他吃饭。后来就这个曾杰啊，手段也不咋高明，也都是偏偏学生，上学那哈儿男生普遍都穷，他的手段都是花些我们花不起的钱，都把那些女孩给迷晕了。他是不是专挑那些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女孩下手？哎，你这么一说，还真的是哈。可是刚刚见的那几个女孩也不像是没钱的呀。现在好多人都一个毛病，都是在装，越没得钱越讲究穿戴，跟我以前一个德行。所以曾杰就专挑他们下手。哎，好像也有不一样的。我听说，只是听说哈，我们学校陈校长的女儿跟他也有点关系。校长的女儿好像叫陈雨禾，长得不错，在学校里头有个闲职。好像他跟曾杰的关系也不清不楚的，他肯定不属于那种经济条件差的。哎，哥们儿，你仔细想想，有没有跟这个陈雨禾比较熟的呀？我打听下。好。哎，兄弟，你想搞曾杰，是不是他也骗了你女朋友啊？你上哪儿找的这哥们儿？我混进了草原大学的校友群，从里边认识的。哇，这哥们儿对曾杰可是恨之入骨，他的前女友还有他暗恋过的那些女孩，都跟曾杰有过关系。哎，晚上值班喝不了，接着说。所以你结论是什么？曾杰基本上就没闲过，他勾引的女生实在太多了。我相信啊，这个男生知道的也只是一部分，但这一部分女孩都有一个共性，家境都不好。对，这些女生，刘薇，包括我们之前查到的林芳，都是普通人。他玩弄抛弃的也是这些人，他靠着自己的身份地位，再加上一些小恩小惠，诱骗这些年轻初入社会的女孩，还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个好人。林芳应该不算吧？曾杰那会儿还没发达呢。但是他老婆还有你说的那个富婆，的确都是有钱人。还有陈雨禾啊，她是校长的女儿，她就是这样，对有利用价值的女人长期哄骗，对年轻好骗的女孩就玩弄抛弃。我跟你说啊，他这已经不能叫渣了，这是坏。而且他很懂女孩的心理，所以他才挑这些比较单纯天真的女孩下手啊。他知道急于在社会上立足的女孩最需要的是什么，他知道怎么哄骗她们最有效。所以你觉得这些被哄骗的女孩浑然不觉，没有反抗，也没有报复，但是刘薇反抗。还有林芳，我一直觉得林芳的死跟曾杰脱不开关系。不能你觉得？我知道，讲证据。哦，对了。你给我发的信息里提到，曾杰读研期间去过日本。是啊，之前就有一个女孩子是被他骗去日本。等会儿，读研？你说的那次带女生去日本是3、4年前，但其实他一共去了3次，前2次是在他读研期间。按理来说，那个时候他应该很穷，很缺钱，也就是和林芳在一起的时候。他不是和林芳一起去的，跟谁去的不知道，不过林芳没出国过。跑车富婆，哎，那你觉得曾杰有没有可能和富婆一起去？你不觉得你现在调查方向很混乱吗？你查曾杰那么多过去干嘛？调查这种事情就是要深入了解对方。如果我们清楚了曾杰的秉性，就能推导出他为什么实施犯罪的行为逻辑啊。我看你真是推理视频看多了。错，我不是看多了，我就是干这个的。虽然我目前的粉丝不太多，但是你不能质疑我的专业呢。还有啊，我这个视频，等会儿，你看，粉丝来电。喂，锤子呀，啊，电话里不能说吗？那明天下午。行，好嘞。粉丝想见你。对于林芳，他有他的一些推断，还有逻辑分析，要跟我聊一聊。我明天下午过去找。厉害啊！这粉丝跟你一个专业的。
我们都是业余的，你才是专业的，大神。哎呀，我要出去办事，顺便来喝杯咖啡，马上就走。你跟我说干嘛？我又没约你。这不是碰巧遇见了吗？我每天都在这儿，遇见我有这么巧吗？我能不能问你个问题啊？你问，我不一定答。你每天这么出来，你老公都不管你的吗？他就那么放心你啊？我的所作所为，难道不应该让人放心吗？啊，那你也这么放心他？我和我先生的事，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先生是艺术家，是草荣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崇拜他、喜欢他的女人自然会有很多。你不介意？我会介意别人比我好，有必要介意别人不如我吗？有道理。你问这个问题是对我先生感兴趣，还是对我感兴趣啊？我就随便问问。哼，那我也随便问问。上次你好像提过，你前女友失踪了，现在找到没有？你好像说过你对她也没什么感情了，对吧？对，你记性真好。但是我还在找。为什么？我不希望她就这么无缘无故的消失了。是不希望她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在我的生活中消失，真无所谓。你老公会来这儿找你吗？你最好回避一下，免得我还要解释。哎，你怎么来了？在附近办事儿，就顺路来看看你。还有朋友啊？一杯手冲，一杯冰拿铁，有时候我还会点一杯牛奶，坐一下午呢，经常喝好几杯。要喝自己点。平时都是一个人坐这儿啊？当然是一个人，不一定都坐这儿。也没约朋友什么的？约朋友干嘛？帮我推轮椅啊？我不也是怕你无聊吗？其实你平时可以叫一些你的闺蜜啊，陪你逛逛街什么的。我都不想带着自己这个累赘，哪好意思再麻烦别人啊？所以最近你都是一个人，没见过别人。咖啡厅里有店员有客人，我在路上也和无数人擦肩而过，怎么可能没见过别人呢？我是想说啊，曾杰，你有什么想说的，直接点吧。前段时间，你突然就提起了刘薇，为什么？因为我突然想起她。怎么就突然想起她了呢？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忘了这件事吧。以后谁要是再提起来，就当是不想过了。这个烂事就烂肚子里吧。
不想过了？我只是好奇，一个1年多都没有提起过的人，怎么就突然想起来了？到底是什么事刺激你想起来了？还是有什么人让你想起来了呢？别气嘛，我只是没想明白，我也不想提起他。那你还提？刘薇之前有个男朋友，你知道吗？我怎么会知道？我知道，刘薇跟我说过，她之前男朋友是一个做视频的博主，叫大灰灰。做什么视频的？要不要我去看看？总归那件事是解决了，不可能再成为我们俩之间的疙瘩。再提他，对你，对我，可倒不是什么好事啊。今天是你提的，我只是不希望这件事再影响我们未来的生活。影响了吗？我只是希望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值得被影响的？曾洁，我并不觉得你真的在意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有什么事影响了你的生活？我的生活大部分都是在工作，没什么可影响。那就好，希望不要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影响了曾教授的工作。我说错了，曾副教授。急死了！该忙你就去忙吧，别耽误工作。谢谢你顺路来看我。晚点还要再来接你吗？你晚上不应该在工作室加班吗？不用麻烦你。好，我去帮你把单买了。他天天都来这儿吗？是啊。每次都是一个人？对。牛不？用得着这么刺激，弄得跟偷情似的。你几点有事？我晚一点也问题不大。好，那我们聊聊。聊什么？把衣服换了，换个地方聊。去哪儿啊？我先生在路边停车，你看到了，你认识他，你在调查他，你接近我也是为了调查他。是。你前女友叫刘薇对吧？她和我先生是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但我确定他们有关系。刘薇告诉你的？我自己分析的。这是一件我先生获奖作品的模仿品。这是刘薇做的。我虽然不懂陶艺，但这个瓷盘做得很差，所以刘薇不可能是我先生的学生。他不是啊，但是他跟我说过一些话：追求完美，趋于完美，陶艺不能有尊严。根据我的逻辑，他一定是遇到了一个给他那些观念的。可能他听过我先生的课或者讲座。可他失踪后不久，曾洁在水源村的工作室就失火了，烧得一干二净。我先生工作室失火那天，我在现场，确实是个意外。意外是可以制造出来的。没错，但那天好多朋友都在，他不可能在那种情况下纵火。我冒昧的去拜访过你先生，但是什么都没查到。可小薇确实失踪了，我不得不从曾洁开始下手追查，所以
我知道他很多事情。很多事情。对，他在婚内有过多次出轨。这么说吧，他基本上没想过。他跟你在一起是因为你的家世，他是为了你们家的钱。我父母确实比较富裕，他只能靠自己白手起家，很多人都这么觉得。你跟我说过你跟曾洁相识的过程，但我觉得这更像是他刻意营造和展现出来的，就是为了让你一步步接受。按你这么说，我岂不是非常愚蠢？又或者说，曾洁非常的高明。你知道林芳吗？谁？你不知道？她是画家村的业务员，条件一般。她是曾洁之前的女朋友，又或者说，是他之前的老婆。你在开玩笑吗？在农村，结婚前都要摆酒，这你能明白吧？哎好，哎呦，来来，恭喜恭喜！哎，吃，好嘞，好。来，吃喜糖。哎，吃喜糖，来。看来你是真不知道。我查过了，林芳已经死了，她死亡的时间正好是你和曾洁刚开始恋爱的阶段。我跟你说，我今天有事，其实是要去见一个可能知道林芳情况的人。我不相信一个年轻健康的女孩会突然死。如果林芳的死和曾洁有关，那我可以更加确认，小薇的失踪也一定和曾洁有关。为什么不报警？这些都是我的推断，我没有证据。所以你凭空推断，我先生是一个杀人犯，还是一个连环杀人犯？我还有一个推断，曾洁是一个凭借自己的努力走出山村的人，他白手起家，想要逆袭改命。在你之前，他认识了一个开跑车的富婆，这个人我还在查，但很显然，他和这个富婆并没有走下去。之后他认识了你，和你结婚，他可以在经济上得到你们家的帮助。从一个普通的大学助教一跃成为知名的青年艺术家，他从头到尾都是在利用你。他跟你没什么感情，所以结了婚之后，他在外面不断的有各种女人。最早你还是健全的人，他不敢太过放肆，怕你发现。也就是在那个阶段，小薇认识了他。小薇性格刚烈，不甘心被他玩弄，所以他不得已下了手。在那之后，他越来越觉得你的存在影响他在外面拈花惹草，所以曾洁工作室失火的那晚，在消防队的报告中，他说他先去3楼找了你，那是因为他以为你在3楼。幸好你不在，如果你在呢，他是会助你脱险，还是阻拦你脱险？要知道，曾洁可是有全套的逃生防火装置的，平常人谁会准备的那么齐全？你从火场中逃过一劫，没过多久你又遇上了车祸。你说过，出车祸之前是他拿车去保养的，对吧？这几天跟你接触啊，我觉得你是个好人。我原本想将所有事情全都查清楚，再完完本本的告诉你。大灰灰，谢谢你为我考虑，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你不了解曾洁，她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可怕的人。可怕的是你身在局中而不知道真相。我是个残废人，本来就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如果真相真的这么残酷，那我宁可活在假象里。真的吗？你之前一直叫他先生，可是刚刚你叫了他曾洁，这说明你从心底里已经开始相信我说的是真相。大灰灰，我从心里不希望失去你这个朋友。你应该也知道，现在的我根本就没有朋友。曾洁有胃病，对吧？你的调查出错了，她的胃怕是比我还好。明天你还会出现在咖啡厅吗？我不知道，你让我想一想。
我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一个认为我先生是杀人犯，还在调查我先生的人。如果明天我没有去咖啡厅，大灰灰，那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多给我一次机会吧，2天。如果2天你都没出现在咖啡厅，我绝不再打扰你。他说他是林芳的同学，但是林芳小学在村里头，初中在镇上，他的同学都是周围几个镇的，根本就没得这个人，所以啊，就是骗人的噻。哎，但是哦，他穿个那样的衣服，我紧张得很。到底什么人啊？我哪个晓得嘛？最近啊，我在学校评级呢。那就对了，一定是你的对头在搞你噻。可笑，我这事有什么可搞的呀？好，要是那个说的话，那下次再有啥子事情，我就有啥子说啥子了。那你昨天跟他怎么说的呀？他晓得你跟林芳摆酒席的事。不过我说了，摆酒席跟扯证不一样。还有哦，别个我妹儿早就分居了，她都死去有好多年了，病死嘞。对，就是这样。不过他今天早上又给我打电话，说明天还想再约我谈一下噻。肯定是找到啥子了吧？你想哦，前几天我还认不到他，这不还是在老家找到我了？奇怪，我跟小芳的事儿都已经过去4、5年了。现在我身边的人不应该知道这事儿。要是别个晓得你办过酒席的事，对你那个学校里头那个啥子评级有影响不？不会，影响不大。那要是你婆娘晓得嘞？也没什么事儿。那别个都是来查林芳咋个死的。哥，小芳，你知道的，她心脏病了。心脏病啊？不是我说的吗？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怕喽？不是怕。哎呀，哥。你说这么多年了，该做的我也都做到了呀。我晓得，你是我妹弟儿，我做啥子事情不都得照到你没？对。再说，我这不是有事情都来找你了没？是哥。哥。你好好跟我讲讲，那个人到底什么样啊？他是穿个黑色，有点脸色，这个地方带个拉链儿，看上去也就30多岁，个儿头不高，看起来很精神。哥，你看一眼，是不是这个人？哎呀，不晓得了。记不着了。我前些阵子不是刚给你弄了10万块钱吗？那是修房子的。不过我
我想搞个葬业，搞个养殖场，你觉得咋个样？要多少？前期投入大概30-50个。还差多少？嗨，不用你喊，我自己想办法。别啊，哥，你看，你这创业，啊，我肯定得支持你啊。这钱就当我给你投资了，啊。最近我手头的确不宽裕。过会儿我再给你转5万。手机。都是这个人。哎呦，对头，都是这个人，你晓得啊？哦，不认识他，但是他的确最近一直在找我麻烦。奇怪，他怎么会查到林芳的事儿？林芳的事，除了你我，还有哪个晓得？华家村的人应该知道，可这事儿都过了这么多年了，他哪来这么大本事把这事儿翻出来？哎呦，不都是摆个酒席吗？你不说没得事情吗？就怕他死盯着，万一呢？这是2万，我还得换张卡。他肯定是查到我曾经在华家村打过工，这事儿的确不是秘密。他肯定去了华家村，肯定有人得罪了。那他们要是再来找你，哎呀，我晓得咋个说，我好久怀过你的事情了，我永远是你哥。你把后面那个包打开。娟姐，这我……你不是要凑40万吗？你一张张的画，等画好了，什么都来不及了。不，娟姐。我怎么能拿您这么多钱啊？这钱不在乎多不多，而在乎及时不及时。过几年你就会发现，这40万根本就不算什么，但是现在就能逼死我。给你做了山药粥，这2天胃好点没有？加了一点排骨，趁热赶紧吃了。哦，这个给你。
我跟老板预支了2个月工资，还有之前攒的一丢丢钱，你先拿到去。这2天医院不是催你老汉交钱的吗？你先顶一下嘛。我打算回家跟我哥商量一下，老家的房子应该还能卖够几万块。没得事，都会过去的。以后都会好嘞。一定会。晚上我要去到学校见2老师，不临时。要我陪你去吗？不要，晚上我住宿舍，不回来了。要好好睡觉。那，给你水。又胃疼。你说你这么年轻，怎么胃会这么差呀？可能是昨天吃了海鲜吧。你这个胃可要治啊，老治不好，好多好吃的你都吃不了。把你的护照号发给我。啊，我还没有护照呢。那你明天就去办一下吧。办好之后呢，我找人给你弄签证，月底带你去日本。嗯，我们去日本干嘛呀？去吃生鱼片啊。日本啊，是全世界得胃病最多人的地方，他们治胃病的水平很高。我带你去治一下。你说你老是这么偷，也很烦人的。哦哦，给你，刚出的新款。娟姐，我自己的还能用呢。能用和用好的，它是一回事儿。哦，好。这人干什么呢？是个做视频的博主，你看他号就知道。我想知道这个人都干过什么，跟什么人见面见得多。你这也太笼统了。行吧，我先查查哥们儿的基本情况啊。还有别的吗？还有，这是你媳妇儿吧？我想知道他最近都跟谁在见面，或者有没有什么亲密状态。懂，搜集出轨证据。哎，按老规矩啊，委托书。曾杰找到你们所，他应该是通过别人找到我们的，还戴着个眼镜口罩来见我。他哪知道啊？我第一眼就认出他是谁。去年，你不是还委托过我吗？所以啊，我提前先跟你说一声。这个白小良都残疾了，这要出轨也太费劲了。再说了，他也不是出轨的人。这样，这案子你先接下来，要是查到什么呢，先别跟曾杰说，先告诉我。哦，对了，还有他要查的那个叫杨正辉的那个人，查到什么，你也告诉我一声。必须的。
我当年可太傻，我为什么非要以死相逼跑去跳楼呢？给自己搞成一个残疾。你说那个混蛋男人他是不是特别高兴？因为他好不容易可以把我这麻烦给甩了，我就应该活得漂漂亮亮的，每天打扮得光鲜亮丽，然后我就时不时的在他面前出现，往事无法再提呀。女人都在乎感情，我非常理解。你理解个屁！我在跟你说林芳呢。你看，林芳，她看着老实巴交的，可是老实人她都轴啊。她跟了曾杰，而且他俩还办了酒。你说林芳，她怎么能够轻易的愿意被曾杰给甩了呢？像她这样的人，她一旦认定了谁，她哪怕是死，她都要埋在人家的祖坟里面。曾杰，他从村里好不容易走到了大城市，眼看着就要成为人上人，他怎么就愿意被林芳给拖了后腿呢？摆脱不了林芳，曾杰就有了杀林芳的动机。那也是林芳自找的。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女人眼睛要是一旦瞎了，她真的有可能命都能搭进去。你觉得曾杰像是会杀人的？我又不认识他。你上次跟我提到他以后，我才查到了一点。林珊来给我送饭的时候，我假装跟他随意聊天，套了点话。我觉得他的反应不对。郑杰，他现在混得风生水起的，现在好像是啥子大师。想当年他见到我不规规矩矩喊声哥，现在估计连认都不认到我了。哎，你妹当初是怎么跟他在一起的？妹儿哦，哪个晓得咋个搞到一起的嘛？哎，但有啥子算啥子啊，我妹儿眼光还是真不错，当时就说那个曾杰肯定有出息。可是我妹儿哦，就没得这个命了，没享几天福。他后来怎么突然就走了？命噻！哎呦，不提他了，一说他我就来气。他好歹是你妹夫，你这么生气干什么？我能不生气吗？我妹18岁就跟他了。他倒是好，现在风生水起了。我妹儿呢，事故都下了，我能不气吗？他说他生气，但是我看着他，又感觉他不像真的有气。会不会是林芳和林珊两兄妹的关系也不太好？他们爹妈走得早，再怎么说他们也是兄妹俩，相依为命长大的。那你说林珊反应不对是什么事儿呢？我就是个假设啊。如果说林芳的死真的跟曾杰有关，那林珊她多半不会不知道，那她怎么可能就会善罢甘休，让这个事就过去了？对，林芳的后事是林珊操办的，死亡证明和注销户口也是林珊去弄的。你觉得林珊帮曾杰隐藏了？我出事以后，林珊对我是真的很好，但是她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他平时就是游手好闲，连个工作都没有。我在医院这几年，花了至少得有10几20万。你说这么多钱，他上哪儿来的？他唯一可能认识有钱的人，只有曾杰。按照你的逻辑，林芳的死和曾杰有关，而林珊知道真相。这些年，曾杰一直给林珊送钱，是因为林珊帮曾杰隐藏秘密，这是他们俩之间的一场交易。你要是想想办法，可以看到他们的转账的话，估计能有发现。不会的，曾杰这个人很谨慎，他一定不会转账留下痕迹，多半会用现金。对，我想起来了，之前医院催款的时候，他给的就是现金。要是这样的话，逻辑就都通了。可是怎么找证据呢？林芳那么多年前就已经走了，而且也不知道曾杰怎么下的手。那不是很容易吗？林芳她本来就有先天的心脏病，她身边随时都带着药。那如果说曾杰他故意引诱她犯病，在关键的时刻也不抢救她，也不给她药，那她不就病发身亡了？不过死了也挺好的，总比我这么躺在床上慢慢等死的好。哎，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大灰灰，你叫我做视频好不好？我真的很喜欢推理的。
我会继续想办法从灵山那边找到线索。你相信我，我真的行。我是太相信你了，你今天这一出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不过我有一个问题啊，这灵山对你这么好，要是真相跟你推断的是一样的，那灵山可是犯罪了呀，你忍心这么对他？要是真相真的是这样的话，那灵山就会不断的管曾杰要钱。你说如果1年几万块钱，那还行。我怕的是，他真的想把我治好。灵山出去打听过，把我送到北京、上海去，我真的有可能能治好。但是手术费要上百万，这么多钱，他要是真的把曾杰给惹急了，曾杰都可以把林芳给杀了，为什么不能把灵山给杀了？不过我之前我不知道，我也没有想过他妹的事情。自从你上次跟我说完以后，我就开始担心。我宁愿我这辈子我都好不了，我宁愿灵山去坐几年牢，我也不希望他不明不白的被人给搞死了。Tracy， 你的脑子比我想象的要厉害得多。不过说到底，这兄妹俩也真是够苦的，一个为了变心的男人，一个为了残疾的女人，这活得真不像个人样。哦，对了，我还有一个事儿要问你。什么？逻辑上说得通，但是没证据。我知道没证据，所以我就当是跟你聊了。所以说，按照你的逻辑推断的话，曾杰可以杀了林芳，也就可以杀了刘薇。咱们俩之前聊过，曾杰勾搭这些女生的共性，家庭条件不好，大多都是外地的，再加上林芳的情况，我觉得他一开始就是备好了后手，不一定要杀人啊。但是万一有能影响到他的人，他动起手来会省事儿多。哎，你说这家伙就这么心甘情愿？应该不是单纯的好色，他像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又或者是弥补某种缺陷。哎，曾杰是不是有什么创伤的经历，咱们没查到啊？你呀，思维太跳脱了。说说看，还打算到了啥？这不是还没有吗？曾杰把所有有可能留下来的痕迹全都烧了。所以按照你的推论来说，如果刘薇遇害了，曾杰工作室就是第一案发现场。如果不是第一现场，干嘛要全烧了呀？也是，一场大火，凶器、现场都解决了。我真是好后悔啊！当初小薇跟我分手，我就应该挽留一下她，那起码能救她一命。这怪不着你。其实说实话，我挺佩服你的，到现在还在为他的事儿操心着、调查着，够爷们。但是张小红，我是真没想到，你问他在乎不在乎林珊，他的回答真是够大气。哎，最后你问他什么了？我把白小玲的情况，还有她和曾杰的关系全都告诉了他。我想知道，作为和白小玲有着类似经历，也同样残疾了的他，会怎么处理和曾杰的关系？你这么信任他？就我当是听听他的想法呗。他怎么说？他说他还没想好，等他想好了再告诉我。Within the dim lights, there's a bright view. Some whisperings are louder than screams. The drowning sea is not the sky and dark blue in this world. You'll never see through. Cut all that annoyance. I'm in my enjoyment. No sympathetic words grow out right now. 'Cause once you start, you can't recall. So now we'll hypnotize the sour look in your eyes. Follow my
我绝不再打扰你。如果不开心呢，就不要再撑下去，早点离，早点重新生活。我不甘心。有什么不甘心的？人生嘛，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当初是我选的他，也是我不听你们的，非要跟他结婚。我自己的破事，我想自己解决。你怎么解决？折腾来折腾去，最后你能占到什么便宜？他跟你结婚，他要得到的都得到了，而你该失去的也都失去了。我要让他把你们的钱都吐出来。小玲，别再陷进去了。当初你结婚你不听你爸的，现在要离婚你还是不听你爸的。我有我的安排。你有什么安排？告诉爸。我不会让人白白占咱们家的便宜，还把我们当傻子的。谢谢。谢谢。凯莉来到了私家侦探海尔事务所，聘请海尔侦探调查自己丈夫杰克逊出轨的情况。很快，海尔拍到。下午突然取消了个会，我也没收到你的信息，想着你应该在家呢吧？没做你的饭。没事儿，下午吃了点，现在也不饿。今天没去咖啡厅啊？下午去看我爸了。哦，对，正想跟你说呢。最近总算是到手了一笔钱，很快就可以给到你父母。很快是多快？半个月吧。多少？大概有个100-200。杯水车薪，聊胜于无。其实真的不用担心，因为从长远来看，公司能让他们安心一点也好。反正我也没有太多奢望。小玲，我知道你对我的意见其实挺大的，我也不想做过多的解释。总之，再过个2年，你们就都清楚。清楚？你就是想再拖2年？咱们还能不能好好聊天啊？我答应你再拖2年，就是好好聊天了。自从你坐上这个轮椅，情绪比前2年差了不少。说实话，我可以理解。你怎么理解？你是个正常人，最多也就是嘴上理解一下。我除了情绪变差了，跟着变差的还有我的身体。我每咽一口都是受罪，因为我不想自己的双腿彻底萎缩，我不想自己的身体彻底完蛋。要吗？我陪你散散步呢。我每天都在散步。不是，我没有腿，我是坐着轮椅散。你知道我有多喜欢旅行，现在旅行都变成奢望。你想旅行了？刚结婚的时候，你说过找个时间带我去山里玩，看你怎么找你，挖你。现在呢？还想吗？曾杰，你觉得我现在这样还能爬山吗？我可以推你啊，我们不用去太野外的山，
去一些你能去到的地方，没准这样情绪就会好一些呢。你哪有时间啊？我来调一下下周的课吧，调出几天来，问题不大。小玲，我心里知道，我们的婚姻出现了很大很大的问题，但是毕竟我们曾经相爱过呀。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修复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明白。而且结婚这几年，我一直都在忙，的确没能好好陪你旅个游。前几年也是你的闺蜜一直陪着你，到处去玩一玩，我都没能出现在你身边。好，你定行程吧。老爸，嗯，昨天怎么样？曾姐表现如何？我倒是觉得应该问你啊，你是希望她表现好呢，还是表现不好？那如果您觉得她表现好，那就皆大欢喜；你要是觉得她不好，那咱们父女俩就要有嫌隙了。哎呀，我说你啊，还没嫁出去，胳膊肘已经向外了。看来啊，你真的很喜欢曾姐。哎，我呢，故意约她到米其林餐厅吃饭的全程，包括了点餐还有品尝，她都表现出没有胆怯的感觉，而且中途还悄悄跑去买单了。估计这顿饭得花她1个多月的薪水，但我发觉她竟然眨都没眨一下眼。那证明她认真对待您，她提前查资料，了解餐厅，就是为了给您留个好印象。这点我当然知道啊，但你别忘了，他可是个普通老师哦。他不是在乎钱的人，他是艺术家。如果真的是艺术家，他就不会跑去结这个账。我是觉得他是有点想讨好我，而且还装得对我不卑不亢。这有什么不对吗？当然没有啊，很好啊，很有心呐。但是他进地铁之前呢，我看到了他一个行为。你心情好，给点钱吧。当然了，我也不是每次看到乞丐都会同情心泛滥的人，但是我起码不会视而不见。共情是人天生就有的本能，但是曾杰的做法看得出他是个共情力较低的人，甚至比较冷漠。我也知道我这么说你不爱听，但是我觉得曾杰他本性并不善良。你要说别的吧，我可能会信，偏偏这一点你肯定错了。我跟曾杰认识就是因为他的善良。是你告诉过我，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时不是2个美女和一辆豪车，而是2个老头和一辆破车呢？老爸，你就有点杠精了。你女儿我长得好看是事实，你不能因为这个事实，那把所有喜欢我的人都当成好色之徒了。我不是想跟你抬杠，我是得看清楚你喜欢的这个曾杰是个什么为人。那就算他是装的，我也认了。他这种男人呐，是双刃剑。如果他是一心一意对你好，那倒是好事。但如果他是有所图谋，那你以后搭上的就是你的生活了。不会。张毅，惊喜不？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先给你一个更大的惊喜。你调查我？
我闲的，我调查你，是有别人调查你。正好我之前也委托过他来送资料的时候看到了你的照片，就想着过来跟你说一声。谁在调查我？您猜呢？曾杰。我呢就擅自做主，把这些给你老公看了，证明你没跟任何人见过，就你一人。谢谢。我得谢谢你，没怪我擅自做主。去年的事情，我也该谢谢你。就别什么谢不谢的了。我呢，就弄不明白，你老公调查你干嘛呀？还有，这男的是谁呀？他是我一个朋友。什么朋友？我知道是朋友，肯定不能是你情人。你根本不是出轨的人。谢谢你相信我。我肯定是相信你，关键你老公不相信你啊。他委托调查的是2个人，一个是你，一个就是他，杨正辉。曾杰找律师调查杨正辉。所以说我特意来告诉你一声。你最近每天都在这儿？好吧，味道很一般啊。喜欢这儿环境是吧？我喜欢这儿的阳光。小玲，多说一句啊，现在你老公都反过来调查你了，你干嘛还不离婚啊？离吧，行吗？我帮你行吗？不是你要纠结到什么时候啊？谢谢你张野，但是我想给自己一点时间。还拖？我不是拖，我是想让自己想清楚。想清楚。你什么时候想清楚了，什么时候来找我啊？呀，你之前把我删了，要不再加一下吧？我找你。那个你媳妇儿啊，怎么看都是一个人，不像是有人的样子。哦，那天你去，我还小激动了一下，我以为要爆料了，没想到是你。哎，不过你放心，我助理会一直跟进，一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另一个人呢？杨正辉，30岁，湖南人，在草荣上的大学，学的是市场营销。毕业以后到了一家房产中介，干了不到1年呢，又跳到了广告公司。1年半之后辞职，跟几个哥们儿跑到西藏去，拍什么纪录片，没拍出什么名堂来，还搞过公众号，兼过几个职。3年前啊，他搞了个自媒体，拍视频，专门拍什么那个案件分析的，叫。真相背后的逻辑啊，对，有10几万粉丝呢。那视频拍得好的时候也能挣点钱。不过啊，他也做到代驾，开滴滴补贴一下。最近的短视频好长时间没有更新了。你说的这些都是基本情况。不过至于你到底查他要干什么，再干什么，没那么简单。不过你放心，有进展我第一时间告诉你。辛苦了，曾老师。你天天戴着口罩跟墨镜干什么？你不闷得慌吗？干啥了？好，走了。嘿嘿。怎么了？长播2天喽，那个大会还没有来找我噻。那怎么着？你还希望接着找你啊？不是，我是想搞清楚，到底是哪个在背后搞你噻？他是想找你的话，会再出现的。当时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很着急。我晓得他要做啥子。那你就更不能着急了呀。没事儿，他要真来了，你该怎么说怎么说。要是不来的话，你也就不用管了。就这样。大灰灰哟，你倒是来找我噻。其实打磨是制作陶艺中最迷人的阶段之一。就这样一圈一圈，把凸起的、不平整的瑕疵和不美观的褶皱，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一一磨平，变得越来越趋于完美。是不是觉得很无聊啊？啊，我也经常去角质、去死皮的。如果打磨人生可以像去角质死皮那么简单就好了。对了，曾大师连宗眼都没有办法忍受，怎么能不仔仔细细的打磨自己的人生呢？不知道你再这么磨下去，会不会连我也磨没了？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有多在乎你。你在乎我，是因为我不在乎你。我不想跟你结婚，也不想跟你天长地久。可人都这样，不付出代价就不知道疼。像我爸跟我妈那样，离婚这么多年，还是只知道在乎自己。你们相处的怎么样？相处。我知道他在演，他也知道我知道他在演，他知道我在演，我也知道他知道我在演，我们两个就这样各自的演着，也都知道各自在演着。我经常会想，这样的婚姻到底是因为我们特殊，还是婚姻的大多数？我不知道婚姻是什么样的，我也不想知道。但你的婚姻都已经水深火热了，你没想过解脱吗？这段婚姻的确没有让我那么快乐，但也不至于痛苦。现在也不是结束的最好时机，而且他还没有成为我的阻碍，否则我不会置之不顾的。曾大师，你就好好打磨吧，我陪朋友玩去了，今天先不陪你了，拜拜。莫喝了，医生说了不让你喝酒。这么多钱，哪儿来的？我在画廊打工，一张150，我画了2000张。你10岁的时候，我跟村后头的人一起进城打工。有个同乡的表就是工长，带到我们去做装修赚钱，一干就是10几年，要不然供你读书都供不起。坐到。那个时候跟人家家里装修，工长教我们要学会看老板好不好。要是到工地上来给我们拿点饮料啥子的，还主动给我打招呼，说句你们辛苦了，这是好人。从来都是两手空空，对我们吆五喝六的。
动不动还怪这儿不好那儿也不好，这就是坏人嘛。要碰上好人来，能轻松一些，活路干得差不多就行了。要是不满意要改，还能扯一下皮，多挣几天的工钱。要是碰到坏人来，你千万要好好干，干不好啊，装修队都给你换了，工钱给你扯皮不给你。做了这么些年，我只是明白一个道理：人善被人欺啊。幺儿嘞，老话说的真是有道理。我提起桶，爬上爬下来，耍了10几年的枪，我就在想啊，为啥子城里人啊住那么大的房子，我们只会给人家刷墙？想不通啊，想不通啊！工厂说了，人要认命，我认了，我这辈子就这个样子了。幺儿嘞，你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有出息，上了大学，马上要读研究生了，要留在城里头，把你的命改了。改了命，我就是跟人家说10几年的枪，我知了。林芳这个女娃娃呀，是个好媳妇，我也对她满意的很，勤俭持家，孝敬父母，任劳任怨。这么好个媳妇，过气了。感情的事勉强不来呀。幺儿呢，要记到，从古到今，娶妻嫁人都是一辈子的事，你千万不要耽误别个呀。你有文化，比我懂得多，但是有一句话，老汉要跟你说说，就是要做啥子事情啊，不要瞻前顾后，直接干。别了呀，你啥子都不要想，你就是拼命的往前奔，哪个敢挡你，你就跟哪个比。我们怕哪个？我晓得了，老汉儿。那你晓不晓得，现在当做你的是哪个？哪个？是我。你看嘛，你要给我看病，要找钱，都担负在我的身上了。你是我老汉儿嘛？老汉儿啷个来？老汉儿也不行。你给我听好了，别给我医了，医好了有啥子用啊？医好了也是个残废，除了花你的钱，还能做啥子？就是个累赘。你要是孝顺的话，就给我找个安逸的办法，让我走，要不然我就喝百草课。老汉儿，你听我说，我说的话你听到没有啊？钱不要给你妈，也不要给老家盖房子，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值得花的地方。这些事情你要好好考量。对你老师、领导要懂感恩啊，感谢他们让你读了研究生，有机会要去报答，以后留校当老师。留校哪有那么容易嘛？当然不容易了，那改命哪有那么容易？你就是当了老师，不光是工作，身份地位就变了。这条路啊是难，
再难也要走。好，老汉儿，我都听你的，是病要先治，钱我会再想办法嘛。你听不懂话说，你在想啥子哦？东想西想的，你还能干成啥子事啊？你记得，连老汉儿的命你都不在乎，你还在乎啥子哦？啥子也挡不住你。Within the darkness, there's a bright view. Some whisperings are louder than screams. The drowning sea is not the sky. 老师拿到本次大赛的最高荣誉，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您这套作品的创作理念吧。不乱、不困、不畏、不厌，都代表着什么？ No sympathetic words grow out my mind. 'Cause once you start, you can't recall. Soon I will hypnotize the look in your eyes. Follow my inside. 二层助教已经转为老师了， You ruin my sight. Don't mess with me. 我还拿了大奖。现在学校会重点培养我，我会成为草荣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很快就会成为教授的。爸，小芳已经不在了。 我认识了一个富商的女儿，她跟我一见钟情，我也喜欢她，我们会结婚。可惜您看不到。爸，你放心，我很快就会出人头地。 Before we pull the fight, before you spill the light, before we pull the fight, before you spill the light. 我承认我接近白小玲是别有居心，是想从她那儿了解到曾杰的情况。 但是这段时间相处下来，我觉得他人真挺好的。你这是喜欢人家还是同情？也不是喜欢，当然也不是同情啊。就我跟他比，他那个钱打断了腿都花不完，我有什么资格同情人家？哎，看来以后是没法相处了，肯定觉得我居心叵测。你本来就是啊。对，我咎由自取。你什么打算？明天继续找他去？我想把我对曾杰的推断 和分析全都告诉他。你真行，要挑拨人夫妻关系。他俩早就貌合神离，用得着我来挑拨吗？哎，你不觉得白小玲待在曾杰身边很危险吗？啊，去年的火灾，除了消除小飞的痕迹，那如果白小玲真的在3楼的话，那他不就直接报销了，一举两得啊！再说车祸，这曾杰刚保养完车子，刹车就失灵了。真希望你有证据啊！你就是老不相信我。 不是不信你，我是真的希望有证据。我说你现在一没证据，连一个合理的原告都没有，就这案子给我了，我怎么帮你？我总不能抓了他曾杰跟他说，我怀疑你杀了刘威，杀了林芳，你还准备杀你老婆白小玲。别问我为什么，都是我推理出来的。我肯定能找得到。小飞，
它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它要阶级跨越，它要通过阶级跨越。我们整个戏讲的都是阶级跨越。要做满意重修，还能扯一下皮，多挣几天的工钱，这就是好人了。哎，不对，那他走。也有学生说我是太过于热衷打磨，其实是他们无法理解打磨中的人。哦，我也经常去找秩序死局的。什么时候再找我？要，你直接把我给删了，要不再加一加，我扫你。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每天都要吃这些啊？我每咽一口都是受罪，因为我不想自己的双腿彻底萎缩，我不想自己的身体彻底彻底完蛋。那你也是眼观六路，嘴骂八方的风格了，骂别人加塞，骂别人不让我们加塞。加塞怎么样？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有家店评价真不错。不是，不好意思，再来一下。你个小嘴废话了，拿着钱，赶紧走。哦，那我下次再来看你噻。3、2、1，开始。虽然说我目前的粉丝不是很多，但你不能怀疑我的专业能力，我怎么就说不出来呢？1，开始。我出事儿后，李医生对我确实。你这个人。再。给我这么做干啥呢？